2周前我们才刚拆解完鸿海的奇异点跃迁，你一定还记得他们靠着一条龙的垂直整合规模，硬是在 GB300 夜览伺服器的待采购模式下，逼出营业利益年增 63% 的狂暴成绩。但今天，如果你是个眼光敏锐的投资人，我们必须把显微镜对准另一场更极端、更刺激的变形计，也就是广达2026年第一季最新的法说会与财报。这份财报里的数字真的会让人倒抽一口凉气。你可能会问，同样是伺服器巨头，广达跟鸿海到底差在哪？关键就在这里，鸿海有从模组到机柜全包的垂直整合护城河，但股本庞大 ，EPS 容易被稀释。反观广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 ODM Direct 白牌直供模式，主打一个速度跟灵活性。但聪明的你一定也注意到了，这种灵活的代价非常昂贵。当你转手买卖一台单价高达300万美元的机柜，利润大头其实是被上游的 NVIDIA 拿走的，这就无可避免地在广达身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营收虚胖现象。要看懂广达现在的体质，你得先看这张营收结构图。老实说，这根本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做笔电的广达了，这是一场彻底的去 PC 化。你看，伺服器营收占比直接冲破 80%， 而且里面高达3/4都是高阶 AI 伺服器。至于笔电呢，已经被急速稀释到 15% 以下，完全退居成提供稳定现金流的后勤部队。顺带一提，他们连自家产线的测试跟生产成本都靠着子公司达明机器人的 AI 视觉手臂给大幅优化了，甚至车用电子也成功打进了2家非传统的电动车龙头，版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。既然版图变了，弹药当然也要跟上。你仔细看这个数字，300亿。广达在2026年的资本支出直接拉高到惊人的300亿新台币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哦。为什么砸这么狠？因为他们要强攻 L11 这种超大规模系统整合机柜的技术壁垒。要知道，像 GB300 这种怪物级的机柜，在测试阶段最恐怖的瓶颈就是电力容量。广达的护城河就是靠着超前部署机电冷却技术，硬是把生产周期缩短，做到客制化 ASIC 专案 Day One 就能整柜出货。这壁垒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跨过去的。那这300亿怎么花？这就是一场针对2027年放量订单的全球精准卡位战。你看，董事会5月才刚通过加码8亿美元强势增资美泰德子公司。美国的加州、德州跟田纳西直接主攻 L11 机柜的最终组装跟测试。泰国呢，已经变成全球 L6 主机板的生产重镇。再加上墨西哥厂区为了符合 USMCA 规范，2026年初直接进入量产，全面支援美系大客户。这种全球联动的产能布局，简直是为了防御地缘政治风险量身打造的。好，重头戏来了。身为一个数据控，看这份损益表真的会觉得既兴奋又矛盾。第一季营收狂飙到8092亿，直接创下历史新高。而且他们把极致的营运杠杆发挥到了极点，费用率压到不可思议的 1.94%， EPS 也有 5.5 元。但是你一定也盯着这个数字看，毛利率从去年的 7.92% 直接崩跌314个基点，只剩下 4.78%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单价 AI 机柜带来的结构性稀释。对比一下伟创有上游基板的独家护城河，或是无 PC 包袱的纯伺服器长为硬，那双位数的毛利，广达因为庞大的营收分母，毛利率在账面上确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。如果你觉得毛利率崩跌很刺激，那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会让你直冒冷汗。你看看这如海啸般涌入的存货，高达6739亿，单季暴增1600多亿啊！应收账款也同步暴增。更恐怖的是，营业活动现金流单季大失血922.1亿元，这完全暴露了在传统 full build 买断模式下，广达为了帮客户代垫那些贵到吓死人的 GPU 晶片，正在承受多么极端的营运资金重压。面对这种几乎要压垮人的库存跟现金流危机，解方在哪？这就是你最关心的核心策略——带料模式，也就是 consignment。这绝对是一部极其聪明的财务火棋。对于高单价的 GB300 专案，广达的策略是让 CSP 云端大厂自己去买 GPU 跟机体，在会计认列上直接把这些高成本的过路费剔除，不让营收分母虚胖。这样一来，财报就能重新聚焦在广达真正高毛利的加工价值，也就是 NVA 上。只要2026年下半年规模化采用，不但毛利率能实质拉升，那几千亿的资金压力也能瞬间解除。那问题来了，管理层画的这张大饼诚信度如何？
如果你是持续关注 AI 产业的朋友，都知道 AI 要落地，就一定少不了台湾这些 OEM 是 ODM 大厂，如鸿海、广达的背后支持。当劳皇和苏妈都急着绑定台厂供应链，进入共同开发的时代，我们上涨不害怕，下跌不恐慌。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、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究竟广达与其他同业相比表现如何？我们直接来看这份 KPMG 的会计师查核报告，用数据说话。我们直接拿115Q1的财测来对答案。通用伺服器原本预期持平，结果呢，受惠 AI 连锁需求，超额达成双位数成长。笔电原本预估淡季要双位数衰退，结果只减少了8.3%。AI 伺服器不仅维持3位数狂飙 ，GB300 的出货量也正式超车 GB200。更神的是，他们承诺的19.45元 EPS 和80%配息率一分不差，完美达标。就连毛利率被稀释的警告也如实兑现。这证明了经营层对市场的掌握度准确的惊人。不过，作为敏锐的投资人，你绝对不会漏看那个高达87%的负债比。在代工四雄里，这数字直接垫底，第一眼看真的会恐慌。但我们把结构拆开来看，你会发现，这绝大多数都是流动负债里的应付账款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接下微软、Google 这些顶级 CSP 云端巨头订单的甜蜜负担呐。这些大客户倒闭的风险微乎其微，只要专案尾款一收回来，这个负债比马上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。所以这其实是零风险的甜蜜冲压。让我们把眼光从杀红眼的 AI 战局稍微移开，看看广达长期的技术护城河。林百里董事长砸下了大约20亿新台币，提前卡位2030年的量子运算，而且他用的是非常罕见的双重押宝策略。对比鸿海偏向基础元件自研，广达的战略直接锁定机柜标准化商机。美国队的 Rigetti 走超导体流派，运算极快，但得在零下273度的极低温运作。广达瞄准的就是它复杂的低温基础设施整合。另一边，欧洲队的 Pascal 走中性原子流派，常温下就能用雷射控制原子，这代表它极有可能被标准化成现有的19寸机柜，直接塞进资料中心跟 NVIDIA 晶片并肩作战。这布局看得有够远呢。量子蓝图再美，我们还是得回到眼前的现实。115Q1 的短期借款已经一路狂飙到了3284亿元，这是一条极度危险的钢索。在带料模式还没完全规模化之前，这种高杠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极其沉重的利息压力。光是单一季度的利息费用就高达20.75亿元。这场财务调度的极限挑战正在跟时间疯狂赛跑。这也无可避免地引爆了广达现在最核心的经营矛盾。你想想，一方面公司要维持80%的高股利发放政策，这可是豪掷了6003亿元的现金啊。另一方面又要扛起300亿的超高资本支出来扩产，钱从哪来？所以董事会在股东会通过了上限24.5万张的 GDR 海外存托凭证筹资案，再加上10亿美元的 ECB 和大规模银行连带。这种激进扩大财务杠杆的操作野心十足，但对现有股东权益潜在的稀释风险，绝对是你我必须盯紧的未爆弹。总结这份财报，8092亿的营收与211.9亿的净利，这些冷冰冰却又热血沸腾的数字，正式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广达早就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个被 PC 景气循环绑架的组装厂，它现在是一个拥有高达 1.7 兆元总资产的 AI 与量子基础设施超级巨兽。他们用财务极限操作，硬是换来了在全球军备竞赛中最前排的皇亲大卫。这艘巨舰虽然破浪前行，但底部的财务暗礁依然凶险。在带料模式尚未完全规模化之前，未来1年我们只要死盯一个终极指标：带料模式的转换速度。这项转换能不能在庞大的利息费用彻底吞噬净利润之前，成功拯救紧绷到极点的资产负债表？这将决定广达能否在下一个世代稳坐王座。这场 AI 帝国的资本豪赌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